好，最近讲拖地的时候提到了9号半这个战术概念，有朋友在留言区说老 K 能不能说一下？那么咱们就专门在足球纪录片里面开这么一个战术系列。如果喜欢支持，您可以多点赞多热推，我也会根据不同系列受欢迎的程度来排咱们出节目的优先级。总之，欢迎您锁定并且订阅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另外，最近时间老 K 出镜跟 YouTube 反不反 AI 倒没什么关系。YouTube 属于 Google 这么强的技术实力，它识别 AI 语音还是很方便、很简单的。老 K 只是不愿意很多评论区的朋友误以为咱们的节目是 AI 语音形成的。再说第 N 遍，我们从来永远也不会用 AI 语音。那么什么是9号半呢？最准确的说法是，过去的罗伯特巴乔，他在阵型上的位置通常是二前锋或者前腰，但比赛功能则是9号半。9号半的意大利语是 trequartista， 这是一种介于9号位的中锋和10号位的前腰之间的一种，同时具有得分和组织属性的球员角色。这个概念是意大利传奇教头贝阿尔佐特普及的，主要就是形容那些既不像纯粹的前锋，又不像纯粹中场的进攻天才。那么首先咱们要把9号半跟它相似的位置进行对比，因为足球战术中有很多类似的概念，比如影子前锋，比如前腰，比如伪9号。这4个角色放在一起，老 K 说一下，9号半的核心职责是组织加上进球要并重，影子前锋的核心职责是突击加上抢点，前腰的核心职责是纯粹的中场的组织和调度，而伪9号这里最容易搞错，伪9号的核心职责是回撤接应，并且要拉开空间，所以他们的场上站位也略有不同。9号半介于前锋和中场之间，影子前锋是紧紧跟在中锋后面的二前锋，而前腰呢是中前场的核心。伪9号则是名义上的中锋，实际上位置大幅度的回撤。再说的本质一点，9号半的本质是拥有极强得分能力的组织者，而影子前锋的本质是前锋，只是更加专注于前插，利用空间去射门，在组织方面的属性明显弱于9号半。前腰的本质则是中场球员，是以传球和喂饼为主，进球不是他的第一任务。而伪9号的本质是一种无锋阵的战术，9号半是指的位置，你要站在前锋和中场之间那个位置，而伪9号是指的这个球员，9号位这个球员他不务正业，频繁的回撤到中场，这叫伪9号。所以咱们就能标记出来，9号半球员他的核心特征有3点。第一是位置游弋在对方的后卫线和对方后腰线之间的真空地带，通常潜伏在传统9号中锋的后方。第二，他要同时具备2种功能，既能拥有9号位前锋的门前嗅觉和致命的射门技术，同时也要拥有10号位球员的传球视野、盘带过人和大局观。第3点，在战术上9号半的自由度非常高，不承担过多的防守任务，拥有极高的在前场自由支配球权的特权。那么历史上最著名的9号半球员通常诞生在意甲联赛的鼎盛时期，像罗伯特巴乔，他是最标准的9号半球员，他华丽的盘带、顶级的视野和极为高产的进球率完美结合。另外9号半球员还有德尔皮耶罗、弗朗切斯科托蒂，而现代足球中的厄齐尔和德布劳内在某些特定战术下也会承担9号半的职责。那么9号半为什么不是传统的9号位呢？这主要是因为9号半球员不会长期的站在对方2名中后卫之间，在前场去争顶和进行身体对抗，不是9号半要做的事儿。他也不会一直背身就等待着传中，而通常9号半会主动的离开禁区，甚至经常喜欢在中路偏左或者在左侧的内部区域接球。所以9号半球员更需要面向球门，而不是背对球门。那另一方面，9号半球员又为什么不只是传统的10号位呢？这是因为9号半球员绝不满足于站在禁区外进行传球，他有非常强的禁区内的嗅觉，而且经常在传球以后迅速的继续前插。9号半能够自己完成突破，自己完成射门，所以他们的进球数往往非常多。这样的进球产量已经远远超过普通的组织型前腰。但我们也必须讲到，现代足球中的9号半几乎已经绝迹，越来越少。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是现代足球战术的发展讲求防守压迫升级，战术方面已经越来越强调要进行整体的高位逼抢和防守的整体性，但传统的9号半球员在防守上的贡献非常低，这容易导致中场防守被对方轻易打穿。第二点，过去9号半球员生存的空间是在对方的后腰和后卫之间这个真空地带，但现代的防守战术已经把这里进行了疯狂的挤压，特别是双后腰战术的出现，
这让9号半球员很难在密集防守中接球转身，因为他们通常不具备极快的速度或者超强的对抗能力。所以现代足球战术中，这一类球员通常被改造为边锋内切型的前锋，例如利物浦过去的萨拉赫，或者是拥有极强后插上得分能力的全能中场，就像现在皇马的贝林厄姆。最近这几年我们熟悉的球员当中，最接近过去9号半罗伯特巴乔的有格列兹曼，他的回撤组织和连接中场，给中锋传球的能力，随后自己进入禁区的嗅觉，是现代足球中功能比较标准的9号半。而格列兹曼的盘带能力不如过去的巴乔，但是防守和跑动更强。同样比较类似于9号半的还有罗马队的迪巴拉和某些时候在场上的梅西，也包括现在切尔西的帕尔默、拜仁慕尼黑的穆夏拉、曼联的马特乌斯库尼亚，还有德凯特拉雷、若昂、菲利克斯和拉菲尼亚。接下来我们追根溯源，从历史中寻找9号半这个概念的源头。那么在9号半这个通俗的说法出现之前，意大利足球早就有对应的战术角色，但始终局限在意大利本土的语言环境。像意大利语 trequartista 直接翻译过来是3/4球员，这个命名方式来自于这种球员活动的区域，从自己的本方底线算起，正好活跃在球场3/4的位置，也就是对方半场、后卫线和中场线之间的真空地带。这个位置上的球员主打进攻的串联和创造力的输出。另外还有一个意大利语叫 fantasista， 直接翻译过来叫有灵感的球员，这更加强调球员的个人技术和即兴发挥，靠着天赋和想象力能够撕开密集的防线。但真正让介于9号中锋和10号前腰之间9号半这个角色被全世界都知道的，还是法国著名传奇球星米歇尔·普拉蒂尼。普拉蒂尼的球员时代在尤文图斯踢的就是这一类在前场的自由的核心。而当1990年罗伯特巴乔以创世界纪录的转会费加盟尤文图斯之后，普拉蒂尼评价自己这位后辈的时候，首次提出9号半的形象的说法。他说，罗伯特巴乔既不是纯粹终结的9号中锋，也不是纯粹梳理进攻的10号前腰，他是二者的结合体，是穿着9号半球衣的球员。所以这么一个精准又生动的描述迅速传播开，9号半从此成为罗伯特巴乔的专属标签，也成为这一类全能的前场核心球员的通用的代称。意大利名帅萨基曾经评价道，马拉多纳和普拉蒂尼是伟大的前场核心，但巴乔是为9号半这个角色下定义的人。所以9号半这个概念的诞生，本质上就是意大利足球战术文化对阵型僵化的一种反叛。他的演进经历了从战术萌芽到正式命名，再到豪门球队的武器这3个关键的阶段。第一个战术萌芽期是在20世纪60年代，是由传奇主教练罗科在 AC 米兰提出来的。当时还没有9号半这个词儿，但这个位置的战术雏形是防守足球的战术大师内雷奥·罗科在 AC 米兰最早画出蓝图。罗科最出名，他是意大利链式防守的代表人物，他的战术极其强调防守和身体对抗，但这样一来，他的球队往往失去创造力。于是怎么办呢？罗科破格提拔了身材很瘦弱、毫无防守能力，但是脑子又极度聪明的里维拉。在位置上，罗科进行了创新，不要求里维拉参加防守，也不让他去禁区内和对方的中后卫肉搏，而是让里维拉在前锋身后，在中场之前这个真空地带自由的游弋。里维拉后来在 AC 米兰大获成功，成为了9号半在战术史上的精神始祖。而进入1978年之后，意大利传奇教头贝阿尔佐特将这种踢法上升到国家队战术层面。在1978到1982年世界杯期间，贝阿尔佐特意识到过去死板的位置分工已经落后了，他提出了 fantasista 的概念，我们也可以翻译为魔术师。具体怎么做呢？贝阿尔佐特不再安排规规矩矩的双前锋，而是让一名球员在场上进行无序的不可预测的流动。一开始是安东尼奥尼，后来是保罗罗西，这也为意大利媒体后来去解构既是前锋又是中场这一类球员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所以1978到1982这4年是理论的奠基期。1993年9号半球员正式命名，当时罗伯特巴乔到了尤文图斯穿10号球衣，他不仅能够组织传球，单赛季还能轰进20多个球以上，进球率堪比顶级的9号中锋。所以80年代尤文图斯传统的10号位代表普拉蒂尼一句话就亲口创造了9号半这个词儿。进入1994年之后，伟大的主教练里皮在尤文图斯第一个真正把9号半打造成了欧冠冠军核心的武器。94年里皮执掌尤文，他决定扶持更年轻的德尔皮耶罗。当时的里皮没有盲从当时最流行的机械化的442，而是设计了一套极其流动的体系。
他用维亚利和拉瓦内利这两个强壮的9号中锋在前面先顶住后卫，拉开空间，然后把皮耶罗彻底解放在9号半的位置上。最后的结果，皮耶罗在对方后腰和后卫的夹缝中如鱼得水，经常从左侧的内部区域内切，用标志性的弧线球破门，这也就是著名的皮耶罗区域。那一支尤文图斯夺得了1996年欧冠冠军，9号半正是从一种战术的特例变成席卷欧洲的顶级战术标配。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德尔皮耶罗的9号半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包括当年的尤文图斯里皮是怎么配置像齐达内、戴维斯这样的球员，德尔皮耶罗是怎么一个打法，咱们留到以后再说。那么今天咱们先聚焦最标准的9号半罗伯特巴乔。其实他这样的踢法成型也是重伤逼出来的。巴乔并非出道就是9号半，1982年他在维琴察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年轻时候的巴乔速度快，盘带很犀利，是偏向在边路突击的前锋，靠着爆发力和脚下技术可以生吃后卫，核心的属性是得分手。1985年他转会佛罗伦萨的时候，是全意甲最被看好的新生代的前锋。那么在维琴察，他一个赛季在丙级联赛29场打进了12个球。那时候虽然不是9号半，但一些基本的特征已经出现。巴乔喜欢自己带球发动进攻，而且他可以给队友创造机会，同时自己又能进入最危险的区域完成射门。但是在1985年刚刚加盟佛罗伦萨不久，18岁的巴乔遭遇了左膝盖十字韧带断裂的重伤，手术缝合多达220针，休养了近1年。这一次重伤彻底夺走了他的绝对爆发力，让他再也没有办法靠纯速度去生吃后卫。伤愈复出后的巴乔就只能被迫重构自己的踢法，他就开始主动回撤到中场和前锋之间的空当去接球，用自己更加细腻的盘带技术、更加精准的传球和顶级的对空间的感知能力来弥补身体天赋的损失。他不再战死在禁区里面等着喂饼，而是回撤接应，串联全队的进攻，同时自己也寻找射门的机会。这正是他9号半踢法的核心的形成。在佛罗伦萨生涯后期，巴乔已经是球队唯一的进攻核心。中场的创造力不足，他就回撤组织；前锋的终结能力不足的时候，他就自己前插得分。所以一个人扛起了整条进攻线。这种踢法已经是标准的9号半形态，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称呼。1988到89赛季，巴乔在佛罗伦萨最重要的早期搭档是博尔格塔沃，两个人组成著名的 B2 组合。巴乔打进了15个意甲进球，博尔格塔沃打进了14个球，两个人包办了佛罗伦萨44个联赛进球中的29个。博尔格塔沃更接近于真正的锋线上的终结者，负责冲击纵深牵制对方中后卫，而巴乔可以回撤，可以横向移动，可以带球推进，也可以利用搭档制造的空间进入禁区。巴乔不是只在中场远远的给博尔格塔沃传球，而是经常从他的身后或身边发动进攻，最后两个人一起进入禁区。到了1989到90赛季，巴乔一个人就打进了17个意甲进球，带领佛罗伦萨闯入了欧洲联盟杯决赛。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很难将他简单的称为前腰，因为他虽然拥有10号位的控球权和创造力，但同时也是球队最主要的得分手。也就是说，9号半的功能是先在佛罗伦萨出现，后来才有了他著名的标签。1990年，巴乔以创纪录的天价加盟尤文图斯，继承了普拉蒂尼留下的10号球衣。但他真正的场上位置并不是普拉蒂尼那种传统的中场组织者，大多数时间巴乔仍然出现在前锋线附近。他曾经先后和维亚利、和卡西拉吉、和拉瓦内利搭档，后期有时候也和年轻的皮耶罗配合。这时的尤文通常有传统的中锋负责压住对方的防线，巴乔则可以在他们身后自由的移动。而在1992到93赛季这一阶段的巴乔达到了组织和得分最佳的平衡。他既是进攻核心，也可以从中场和锋线之间开始进攻，同时自己又是最重要的终结者。那个赛季他带领尤文图斯拿到了欧洲联盟杯，93年还获得了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他是真正做到了一个顶级的创造性球员，同时又承担了球队头号得分手的职责。所以普拉蒂尼说他是9号半，并不只是文学上的修辞，而是非常准确的战术的判断。1994年世界杯，在萨基的442阵型中，巴乔通常是二前锋，而不是中场前腰。萨基也经常把他作为组织型的中锋来使用，让他回撤连接进攻。94年世界杯国家队的巴乔有一点接近后来的伪9号，但也不是完全标准，因为在他身边通常还有像马萨罗、卡西拉吉等等更靠前的前锋。这一届世界杯，巴乔在小组赛没有进球，可在淘汰赛对尼日利亚梅开2度，对西班牙打进制胜球，对保加利亚的半决赛又梅开2度。
这5个进球将他9号半的角色解释得非常清楚。对尼日利亚的扳平球是在第2波进攻中接到了倒三角传球完成射门，对西班牙的制胜球是像前锋一样的纵向跑位，摆脱门将并从很小的角度完成终结。对保加利亚的第1个球则更像是10号位，接球带球摆脱寻找角度射门。那一次世界杯，巴乔既可以用10号的方式创造进球，也可以用9号的方式完成进球。但很遗憾的是，94年世界杯决赛，巴乔踢飞了最后一个点球。世界杯后，他在国家队逐渐失宠，主教练萨基在用人上对他多有保留。96年欧洲杯，萨基为了彻底贯彻自己的战术套路，直接将巴乔排除出了大名单。最终96年欧洲杯，意大利队小组赛就出局。但其实2个人的矛盾一直是战术体系和巴乔个人特性的冲突，在94年世界杯小组赛对阵挪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那一场，意大利门将帕留卡在第21分钟就被红牌罚下。为了调整阵型，萨基做出了令所有人最震惊的决定，21分钟用替补门将换下了身为绝对核心的巴乔。当时的巴乔极为震惊，极度愤怒，甚至对萨基公开表达不满。尽管那场比赛意大利最终靠顽强的防守取胜，但2人之间的信任基础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可更重要的是战术方面的冲突。萨基的足球强调整体，要求全队保持紧凑，而且每个人要按照统一的节奏去移动。2名前锋必须同时参与压迫，而丢球后所有人要立刻恢复防守阵型，个人的位置必须服从整体上的空间。可是罗伯特·巴乔更加依赖自己的观察和本能，他会主动寻找比赛中临时出现的空当，而不是永远按照教练事先规定的路线去移动。所以简单说，萨基希望自由的巴乔也必须完全进入集体的系统，可巴乔的9号半需要系统为他的自由留出空间。尽管1994年世界杯证明这2者可以共同的成功，但是这样的合作也非常脆弱。这里我们必须阐释一下9号半罗伯特·巴乔的战术价值是怎样。那么假设巴乔身前有一个真正的中锋，那么第一，中锋可以顶住或者带走对方的中后卫；第二，巴乔会回撤到后腰和中后卫之间接球；第三，如果对方的后腰上抢，那巴乔就转身过人或者和中锋打配合；第四，如果对方中后卫跟出来，巴乔会给中锋或者自己的边路球员送出直塞；第五，如果对方的后腰和中后卫都不上抢，那巴乔会带球向禁区内推进；第六，在传球以后，他也不会停在原地，而会继续进入禁区内完成第2波进攻。所以巴乔最危险的地方不只是他能最后一传，而是对方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从传球者切换为射门者，所以对方就总会面临2难的问题。第一，你后腰跟不跟？后腰如果不跟，巴乔可以转身；后腰如果跟他，巴乔可以过人或者传球到后腰身后去。第二，中后卫是否出来？中后卫如果出来，那真正的中锋会获得空间；中后卫如果不出来，巴乔可以直接推进到射程以内，自己完成射门。这就是9号班的巨大战术价值。但必须也要有巴乔这样全能的能力，既能传球，也能自己完成射门，还能自己盘带。1994年之后，罗伯特·巴乔和他后来的主教练总是会产生矛盾，总是会产生关于位置的问题。像在里皮的尤文图斯，1994年里皮来了之后，球队更加重视高强度的跑动和前场压迫，要求3前锋共同参与防守，要求整体进攻，而不是过去那样完全围绕巴乔来组织。那么在4-3-3里面，巴乔面临3个选择：如果踢中锋，但是他不是长期能够去压住对方中后卫的传统9号位；如果踢边锋，但是固定在边路又会限制他的自由；如果踢中场，但是又会增加他大量的防守任务。因此在里皮手下，巴乔有时候会被放在左侧的攻击位置，但那里并不是最能发挥他的区域。最关键，同时期德尔皮耶罗迅速的成长起来。皮耶罗本身也是2前锋，是属于10号位和9号半之间的球员。巴乔和德尔皮耶罗的功能很相似，而维亚利和拉瓦内利又更加符合里皮对纵向冲击和压迫的要求。所以最终里皮和尤文图斯选择皮耶罗，放弃巴乔。这不简单的只是新人取代老人，而是首先2个人竞争同一个自由攻击手的位置，然后皮耶罗更年轻，薪水成本更低，而且因为年轻更容易进入里皮正在建设的新体系。而当时的巴乔又受到伤病的影响，而且他18岁就已经重伤过，谁也不知道他未来的职业生涯能走多远。不过罗伯特·巴乔毕竟是巴乔，94到95赛季他复出以后仍然有关键的进球和助攻，帮助尤文拿到了联赛和意大利杯冠军。问题并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球队已经不再愿意以他为中心来建设。1995年，巴乔加盟了 AC 米兰，和乔治·维阿、马尔科·西蒙尼等等前锋竞争。从纸面上看，4-4-2的阵型完全可以容纳他，
一个前锋在前面，巴乔作为自由的二前锋。但是卡佩罗的 AC 米兰非常强调纪律、平衡和明确的分工，巴乔获得的自由远远不如佛罗伦萨时期，也不如巅峰的尤文时期。于是他随队赢得了95到96赛季意甲冠军，他也有很好的创造机会的数据，但球队并不是完全围绕他来建设。比赛中主教练卡佩罗经常提前将他换下，双方对出场时间产生了分歧。那一段经历，斯斯尔本身并不排斥巴乔的9号半，真正的问题，教练把他当成第二前锋，是当成自由组织者用呢，还是把他当成普通的前锋用？1997年，罗伯特·巴乔离开 AC 米兰，当时本来有机会加盟帕尔马，当时帕尔马的主教练是安切洛蒂，安切洛蒂正在坚持萨基一样的4-4-2，不设置10号位，因此拒绝了巴乔。后来的安切洛蒂承认这是自己执教生涯的重大错误，他当时只想使用2名前锋，不愿意为罗伯特·巴乔调整体系。可后来执教齐达内之后，安切洛蒂真正明白，阵型就应该适应自己最重要的球员。所以从安切洛蒂身上，我们就能看到90年代9号半的处境也很尴尬。把他当作中场吧，教练担心防守问题；把他看作前锋呢，教练又要求他要一直冲击禁区。所以只有教练愿意改变自己的阵型，改变自己的体系，才能充分的使用巴乔。于是在被帕尔马的安切洛蒂拒绝以后，罗伯特·巴乔加盟了博洛尼亚，目的就是重新获得稳定的出场机会，争取参加1998年世界杯。97到98赛季，巴乔在30场意甲比赛打进22个球，创造了个人单赛季联赛进球的纪录。在这里，他和更像中锋的肯内特·安德松等人配合，中锋负责争顶，负责背身拿球，负责冲击纵深，巴乔负责在他周围接第二点球，或者回撤接球，或者也可以利用中锋创造的空间自己进入禁区。这几乎就是最标准的9号加9号半的组合。但后来巴乔仍然和主教练乌里维耶里因为替补的安排发生冲突。但从战术成果看，博洛尼亚证明了一件事，只要给巴乔稳定的位置和一个能够牵制中后卫的前锋搭档，再给他一定的自由度，巴乔依然可以成为最高产的射手。所以安切洛蒂后来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自己拒绝巴乔，结果巴乔去了博洛尼亚打进22个球，这是自己的一个大错误。1998年世界杯，意大利队当时拥有维埃里，这是真正的9号位，还有巴乔9号半，另外还有德尔皮耶罗另一个9号半。那么最自然的组合就是维耶里搭档巴乔，或者维耶里搭档皮耶罗。而巴乔和皮耶罗这2个人都喜欢从左侧或者中路接球，都喜欢在中锋身后去活动，都喜欢获得一定的自由度，而且都喜欢由自己来决定传球还是射门。所以如果同时安排巴乔和皮耶罗首发，意大利就需要调整自己整个中场的结构。所以当时的主教练劳马尔蒂尼采取了巴乔和皮耶罗轮换，维耶里固定在前面这样的方式。尽管当时的主教练劳马尔蒂尼更加信任皮耶罗，巴乔出场时间有限，但他仍然非常高效地交出了4场2个进球2个助攻的答案，并且在对阵智利的时候造了点球绝平，对阵奥地利自己破门。可意大利仍然遗憾地在1/4决赛互射点球中憾负给法国队。在对阵法国的点球大战，作为意大利第一个登场的球员，巴乔顶住压力将点球罚进，克服了4年前1994年的心理阴影。可惜队友随后罚失，也导致球队无缘半决赛。1998年，罗伯特·巴乔加盟国际米兰，组成了罗罗组合。当时人们期待由大罗纳尔多负责纵向的突破和摧毁防线，巴乔负责在身后组织进球和第二波进入禁区。理论上这是非常理想的9号加9号半的组合，但实际情况非常混乱。首先是罗纳尔多受到严重的伤病影响，另外国际米兰频繁的更换主教练，而且队里面还有萨莫拉诺、雷科巴，后来又有了维耶里，甚至最不喜欢巴乔的里皮也来到国际米兰执教。巴乔有时候被安排在边路，最后他和里皮的关系也再度破裂。国际米兰时期，巴乔从来没有长期获得一个明确稳定的自由的位置。可尽管如此，他仍然留下了非常高光的表演。在欧冠对阵皇马，巴乔替补出场梅开二度。2000年争夺欧冠资格的附加赛对阵帕尔马，再次梅开二度。巴乔在国米的2年出场59次，打进17个球。他可能不完全符合教练的体系，却仍然有能力直接决定比赛的胜负。2000年，已经33岁的巴乔加盟了升班马布雷西亚，在这里他重获新生。主教练马佐内真正理解了巴乔的使用方式，首先不要求他固定站在中锋的位置，第二允许他自由的回撤，第三在巴乔身前安排了像胡布内尔、托尼以及塔雷等等中锋，
第四，由自己的中场球员负责跑动和保护巴乔。第五，将关键进攻的决定权交给巴乔。于是罗伯特·巴乔不再需要每次都自己长距离的带球，他开始更多的依靠第一脚触球和提前观察，依靠直塞和挑传，依靠自己的节奏变化和选择性的前插。已经进入晚年版本的9号半的巴乔，爆发力减少了，但是什么时候回撤，什么时候前插，他的判断更加成熟。当时的巴乔甚至间接改变了皮尔洛的位置。年轻的皮尔洛原本也是前腰，但是马佐内不愿意同时在前场安排2个10号，于是将皮尔洛后撤到了防线身前，担任组织核心，由皮尔洛在后场发起进攻，巴乔则在中锋身后寻找空间，胡布内尔等人负责压住防线。这一次对皮尔洛的调整，让他后来转型为世界级的后腰组织者，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起点。特别是2001年布雷西亚对尤文图斯那个著名的进球，皮尔洛在后场观察，这时候巴乔突然从2名中后卫之间向身后启动，皮尔洛一脚长传，巴乔用妙到颠毫的一次触球就完成了停球和摆脱，随后自己将球送入球门。这个球非常的典型，非常的有意思。平时的巴乔像10号位一样回撤，但这次又像9号一样突然冲击对方中后卫身后，对方根本无法预判他到底会靠近球呢，还是远离球呢？所以整个巴乔的职业生涯和巅峰期恰好赶上了意大利足球的战术革命。萨基和里皮他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强调阵型之间的距离，强调集体压迫，强调每个人的无球跑动，强调每个位置的明确职责，强调球队不能过度依靠一个自由的核心。可巴乔代表的是另一种足球，他喜欢先观察比赛，再决定自己去哪里。他总是在不同的区域自由地出现。巴乔有权改变进攻的方向，而队友们需要适应巴乔的移动。某些回合，巴乔可能游离在体系之外，但下一次触球，他也许就能决定比赛的胜负。所以问题并不是巴乔不懂战术，也并非他不愿意努力，真正的问题是机会成本。如果给巴乔9号半完全的自由，那其他球员就需要替他维持阵型，提供纵深，还有承担部分的防守职能。作为回报，巴乔可以提供普通的体系创造不出来的进球和机会。所以小球队像博洛尼亚、布雷西亚愿意这样做，因为巴乔的创造力能够显著提升球队的上限。但在巨星众多、竞争激烈的尤文、AC 米兰、国际米兰这样的豪门，就更容易要求他要服从现有的体系，或者直接就放弃他。所以关于9号半，关于巴乔，最典型的3场比赛：94年世界杯意大利对保加利亚，可以看他如何从一个创造者变成终结者；第2场98年世界杯意大利对智利，可以看他如何围绕中锋维耶里活动；第3场2001年老年版本的巴乔在布雷西亚对尤文图斯的比赛，看他是如何完成了前腰和前锋2种不同跑位之间的切换。那么我们要指出，18岁的巴乔由于重伤，丧失了一部分长距离的爆发力，还丧失了一条腿的肌肉耐力。从18岁到37岁退役，整整19年的职业生涯，他没有办法像纯粹的10号位那样全场不知疲倦的奔跑、覆盖和滑铲，他也没有办法像传统的中锋那样在禁区内和身高马大的后卫进行持续的肉搏。巴乔是为了生存才将自己的踢法更加精细化，这也是他战术大脑的觉醒。他依赖的是超凡的在短距离的无球摆脱，依赖开阔的致命直塞的视野，还有他在极小的空间内能够用假动作过人的本事。上帝对你关上一扇门，同时往往会打开另一扇窗。由于身体上受到了限制，逼着巴乔走向了对空间要求极高但对抗相对较少的真空地带，也就是9号位和10号位之间的真空地带。可是在1994年之后，巴乔最黑暗的那几年里，当时全欧洲所有的主教练都迷恋上了机械化强对抗的4-4-2阵型，所以巴乔这种在防守端贡献低、没有办法归类的超级天才，成了各大豪门的烫手山芋。那几年的巴乔陷入了一个悖论，只要他上场总能进球或者助攻，但豪门的主教练又因为战术强迫症，总觉得他是个体系的破坏者。但虽然豪门容不下艺术，可幸运的是，巴乔有了最后的乌托邦。他最后在博洛尼亚的狂飙，在布雷西亚的黄昏连线，在小球会当上了国王。这一段下沉的经历，让9号半从一个战术上的争议，真正演变成受到万众敬仰的独立的流派。在这样的乌托邦里，巴乔的足球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他用残缺的身体和无双的智慧，在绿茵场上硬生生凿出了一条只属于艺术足球的生路。9号半这个通俗的说法因罗伯特·巴乔而生，他是这个位置的原型。
巴乔的组织能力不逊于顶级的前腰，终结能力不弱于任何顶级前锋，而这两种能力几乎五五开。他是最纯粹的半9号位、半10号位，是真正的9号半。而巴乔正好处在意甲小世界杯的巅峰期，也是传统古典的9号半最后的黄金年代。在他之后，随着高位逼抢、整体足球战术的普及，纯粹的9号半角色逐渐消失了，职能已经被拆分到攻击型中场、伪9号或者内切边锋等等位置当中。可看过罗伯特·巴乔踢球的人们很难忘记当年那超高的球商和超高的空间感知能力，那种顶级的视野和顶级的传球功底，那种狭小空间超凡脱俗的控球能力，以及远射、搓射、抢点射门，各种终结能力极为全面，射门的精度和实际的选择都是顶尖顶的存在。如果只看对罗伯特·巴乔9号半的接近程度，也许迪巴拉的技术动作和踢球的气质最像，格列兹曼在战术功能上最完整、最现代化，而某些特定阶段的梅西能力的上限甚至比巴乔更高。但是客观的讲，世界足坛已经变成了一个不需要大师的年代，成为了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我们当然仍旧可以欣赏到卓绝的技术和精巧的配合，然而巴乔那样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效率足球和功利足球的崛起中已经日渐磨灭。现在没有什么球员能拥有绝对的自由空间。无数人的足球初恋，那蓝色的忧郁、潇洒的马尾辫，在2004年5月16日巴乔退役以后再也不见。就像最初的职业生涯，巴乔离开他挚爱的佛罗伦萨，那是因为俱乐部老板想拿到大把的钞票。巴乔那时候1700万美元的身价，在那个时代堪称天文数字。当时的巴乔虽然告诉球迷，我会留在佛罗伦萨，我可以把这句话写在城墙上，可是佛罗伦萨俱乐部丝毫不理睬巴乔希望留下的决心。那时候博斯曼法案还没有出台，球员完全属于俱乐部。巴乔说，我的所有想留下的努力就如同在与风车作战，一个人单枪匹马无法和一个体制对抗。在发出这样的喟叹之后，巴乔只好独自流泪，眼看着球迷们为了他的离去而爆发骚乱。所以带着忧郁的眼神，巴乔的9号半就像堂吉诃德，一个人和风车作战，但最终一个人的单枪匹马无法和一个体制对抗，这就是现实，任何人无从抗拒，哪怕你是巴乔。属于9号半的故事是罗伯特·巴乔足球纪录片的一部分，未来有机会老 K 还会说到他生活中其他的方面，到时候咱们专门为巴乔再做一期纪录片。所以如果支持的话，希望您多点赞多热推。老 K 也根据各个系列受欢迎的程度来排自己做节目的优先级。感谢您锁定和订阅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